这世上有5种极致的病痛：三叉神经痛、癌痛、带状疱疹、肾结石，还有一个就是痛风。发作时如伴以噬骨，活寡凌迟，几乎寸步难行。香港首富李嘉诚、著名影星曾志伟、郭德纲的儿子郭麒麟、向太的儿子向佐、我的儿子 CY 是我读书时上铺的兄弟，都难逃痛风的魔爪。根据2021年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的白皮书显示，目前我国痛风人群约为1500万，看起来不太多，但高尿酸血症人群接近1.8个亿。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痛过的叫痛风，还没痛的叫高尿酸。更为夸张的是，一篇抽样了来自广州5个城区共1612名学生的论文指出，广州城区高中生中有超过1半的学生都被检测出了高尿酸。这个在传统观念里老人才会的老毛病，正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在年轻人群中蔓延。如果你经常久坐不动、熬夜劳累、胡吃海喝，肾还没那么强，尤其还是个男的，那你就该多多注意了。因为高尿酸除了会引发痛风，还与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心血管等疾病密切相关，甚至还会影响肾功能。长期不管理的话，还会影响阳寿。我们不禁要问了，哪些人是痛风的高风险人群？高尿酸与痛风又有何种关联？哪些个因素会升高尿酸引发痛风？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治疗和应对？要搞清楚这些，不妨先把你的尿酸值打在公屏上。希望看完本期视频，这些数值都能回归正常，也愿我们都能远离痛风这种凌迟之痛。痛风常发生于四肢末端关节，最常见的部位是大脚趾，因其疼痛剧烈，来去迅猛如风，故而得名痛风。这句是我瞎编的。汉语大词典中收录了痛风的词条，注解内容为由风邪引起的肢体骨节疼痛。元代医家朱丹溪则在《格致舆论》中将痛风称为白虎力节风，意思是像老虎咬住一样难以忍受。古来一直被称作王者之极，富贵之苦。得此病者多为王侯将相、达官显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痛风都被认为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历史上很多名人都受到过他的宠幸，比如李白牛顿达芬奇、歌德达尔文白居易、元太祖忽必烈、莫泊桑伽利略。那人们为什么会痛风呢？古罗马的医师盖伦认为，痛风是由于遗传、体液和淫乱在体内关节积聚所致。他强调饮食节制、戒酒、禁欲是防治痛风发作的3要素。到了公元1200年，一位名叫兰多福斯的修士则在体液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他认为痛风是由于血液中的病态物质滴到关节内部与周围造成的。即便与如今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判断也是惊人的，虽未全中，亦不远矣。当然，禁欲这个现在基本已经排除了，所以有需求的同学们不必过于担心。痛风真正的幕后黑手要到1848年才由英国的医生阿尔弗雷德·加罗德揭露。他在测量了血清和尿液中的尿酸含量后发现，大多数痛风患者都有高尿酸，且炎症部位总是伴有尿酸沉积，所以他大胆推测尿酸盐沉积是引发痛风性炎症的直接原因。然而，这只能证明高尿酸与痛风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不能论证其因果性。就好像凶手会出现在犯罪现场，但不等于出现在犯罪现场的都是凶手。为了论证高尿酸与痛风之间的因果关系，一位名叫麦卡蒂的硬核狠人狠狠地往自己的膝盖里注射了一管子尿酸盐晶体，再顺手给自己的助手来了一管子，还不忘给另一只膝盖注射了不含晶体的生理盐水作为对照。几个小时后，注射了晶体的膝盖爆发出了类似痛风的痛感，痛并快乐着的麦卡蒂又给狗腿子来了一管，狗子也出现了类似的效果。至此，痛风与尿酸的关系终于如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任何溶质在溶液里都有一定的溶解度，尿酸也是如此。当血液中的尿酸浓度超标时，过饱和的尿酸就有可能会析出，形成尖锐的细针样尿酸结晶，并在关节、肾脏等处积聚。有意思的是，你的疼痛和炎症并不是由于结晶的物理伤害，而是多亏了你体内兢兢业业的大好人免疫系统。某天，他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帮你清除这些结晶，就顺手启动了局部免疫反应。于是，一场包含了红肿热痛的剧烈炎症反应迅速席卷了沉淀部位。说实话，初心是蛮好的，但是一番缠斗下来，你痛不欲生，痛风时安然无恙。大约一半的痛风病例会影响到大脚趾，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同学应该都知道，溶解度与温度相关，大脚趾端离身体最远，温度最低，中招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其他关节诸如脚踝、膝盖、手腕和手指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关节疼痛常于夜间或清晨发生，这也可能是由于夜晚体温较低所致。发病时疼痛逐渐加重，并在1天之内达到顶峰，发病部位往往会出现发红和剧痛，部分患者甚至会发热。疼痛减轻后，一些关节不适感可能会持续几天到几周。然而，这并不是结束，而是痛风旅程的开始。那么尿酸多少算超标呢？从病理生理角度，当体内温度37摄氏度时，大多数人血液中尿酸的饱和浓度为420微摩尔每升。
所以我国中国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中，将高尿酸血症定义为无论男女在正常嘌呤饮食情况下，非同日2次空腹血尿酸水平超过420微摩每升。由于雌激素具有促进尿酸排泄的功能，所以在绝经之前，女生有相当长的一段痛风保护期。2018年，我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数据显示，成年女性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 3.6%， 而成年男性则为 24.4%。18到29岁青年男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 32.5%， 且呈显著年轻化趋势。怪不得国际痛风风险评估表中会将男性性别作为加分项。同学们也可以根据表格计算一下自己的分数，小于4分为低风险，4到8分为中风险，大于等于8分，你和痛风只差一个缘分。需要明确的是，痛风与高尿酸血症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尿酸血症一定会引发痛风。临床上仅有 5% 到 15% 的高尿酸血症患者会发展成痛风，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同学虽然尿酸超标，却还没有中招的原因。只是这并不值得庆幸，因为除了痛风以外，高尿酸血症还会带来其他的伤害。比如它不但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还会与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代谢异常相互影响，而且患有高尿酸血症的女性发生冠心病的风险比男生更高。果然，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注好了价格。血尿酸浓度每升高60微摩每升，女性心血管疾病病死率增加 26%， 缺血性心脏病病死率增加 30%， 男性则分别增加 9% 和 17%。当尿酸盐晶体沉积在肾脏时，可引发慢性尿酸盐肾病，早期表现为夜尿增多，可能会逐渐伴有泡沫尿，晚期可引发肾功能不全。高尿酸血症还可能会引发尿路结石，结石导致尿路梗阻时，可引起肾绞痛、血尿和排尿困难。因此，即便痛风没有发作，我们也不能忽视高尿酸带来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体内的尿酸从何而来，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与大家想象的不同，饮食摄入产生的尿酸只占到总量的 20% 左右，剩下 80% 左右的尿酸都是由人体自发产生的。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高中的生物。嘌呤是 DNA 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体细胞老化死亡之后，细胞中的 DNA 就会被一起分解代谢，其中的嘌呤就会转化为尿酸，经由肾脏和消化道排出体外。正常情况下，尿酸水平一般是正常的。那么哪些情况会影响到尿酸水平呢？一、肾不太好，约 90% 的持续高尿酸血症患者存在肾脏处理尿酸的缺陷，都与遗传和基因变异有关，尿酸排泄减少，自然就会升高。二、饮食摄入，大多数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动物内脏、海鲜、肉汤等富含嘌呤的食物可以引起尿酸升高，但实际上酒精和果糖的影响可能更大。首先，酒精代谢会增加 ATP 的分解，促进尿酸形成。其次，酒精代谢形成的乳酸会与尿酸争抢排泄通路，继而减少尿酸的排泄。那喝点度数低的酒行不行？不行，因为有些酒精饮料，比如啤酒，本身嘌呤的含量就很高。那不喝酒，和小孩坐一桌，喝果汁行不行？巧了，果糖和尿酸用的也是同一个排泄通路，而果汁中的果糖含量比水果要高太多了。那我吃点零食总行了吧？ I'm sorry， 加工食品和饮料中添加的果葡萄糖浆才是真正的果糖杀手。除了要限制饮食摄入以外，也要格外注意休息。熬夜通宵、过度劳累会让身体和细胞得不到充分休息，促使机体代谢产物堆积和内环境变化，继而导致尿酸水平升高。此外，阿司匹林、利尿剂等药物、三高等代谢疾病、喝水太少等生活习惯都可能会打破正常的尿酸平衡。这些因素占其一便可以升尿酸，那要是全占了会怎么样呢？答案是会变成广东省。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很少有省份能像广东一样激起如此多的 buff。不仅有生腌海鲜、生鱼片，还有牛肉火锅、滚猪杂，更有去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老火靓汤。而且酷爱喝糖水的广东人，虽然酒量全国倒数，但酒类消费却是名列前茅。关键广东人还特别有钱，钥匙扣贼多，消费力极强。再加上东南沿海地区广为流传的痛风基因，于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广东，在高尿酸领域一骑绝尘，独领风骚，以 30.3% 的高尿酸患病率远超全国平均的 14%， 而惠州更是以 50.75% 的成绩拔得头筹。正可谓广东尿酸甲全国，惠州尿酸甲广东。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改善尿酸，避免痛风呢？一、多喝热水。谁能想到这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误认为是敷衍对方的调侃之语，竟是如此的科学有效？在物理学方面有所建树的同学应该都知道，溶质都有一定的溶解度，但如果你水多喝一点的话，那溶解的尿酸不就变多了吗？每天饮水2至3升，这是促进尿酸排泄最简单的方法了。
2、减肥。肥胖不但能引起各种代谢紊乱，过剩的能量还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尿酸。4高、肥胖等代谢类问题从来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高尿酸血症的同学，初期建议选择慢跑、游泳等有氧运动，因为无氧运动短期会产生大量的乳酸，会与尿酸争抢排泄通路，进而提高尿酸水平。在饮食上，除了要注意限制饮酒、限制高票量饮食的摄入，更需要注意少吃或者不吃添加了果葡萄糖浆的零食饮料。最后还要注意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给到身体充分休息和代谢的时间。如果以上方法还是不能帮你降低尿酸，就要积极寻求医生的帮助。痛风发作时，常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或者是秋水仙碱来控制炎症，效果不佳时，短期也可以考虑使用糖皮质激素。间歇期降尿酸常使用抑制尿酸合成的北票醇和菲布斯他，或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苯溴马龙。但要注意的是，因为目前降低尿酸的药物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所以考虑到患者的风险与获益的平衡，不是尿酸超标就一定要吃药，也不是痛风不发作就代表没事，是否服药要经过专业医生的判断和指导。这里有张图可以给大家参考参考。最后还要跟同学们说的是，尿酸虽然看起来很讨厌，但也不是降到0才好，因为尿酸本身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能够中和体内的氧自由基，起到一定延缓衰老的作用。它的结构与咖啡因类似，对神经系统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并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维持在正常的生理水平。要知道，人体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很少会留下没用的东西，只是身体它不明白为什么人类能在短短100年里就实现了食物爆炸式的增长，也不理解为什么你能在不消耗大量体力的情况下捕获摄入这么多的热量，更不清楚人类为什么现在大半夜的不睡觉。也许身体终有一天能够搞明白这些，并对基因进行调整，但至少不会是我们这代人了。所以我们仍需要进行生活干预，以适应身体的规律。比起服药，这种需要细水长流的习惯改变往往更难，也是最熬人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有点好看，或者对你有点帮助的话，可以关注我们，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了。